俄乌战争最新消息再下一城，200架无人机混合 ATACMS 攻击俄罗斯本土。乌军导弹空袭库尔斯克军事基地，攻击俄军后勤补给线。乌克兰对俄罗斯12地发起大规模打击，图拉军事医院遭袭后起火。俄罗斯喀山化工厂遇袭燃烧，乌军再攻击俄空军基地。德国向乌交付最先进火炮。继朝鲜之后，泽连斯基和马克龙谈论向乌克兰派遣西方特遣队。北约各国在波罗的海国家峰会上讨论应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1月14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56天。1月13日夜里，超过100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俄罗斯消息人士称， ATACMS 导弹也参与了此次袭击。喀山的 Oxentas 工厂和恩格斯的一个油库发生了火灾，同时坦波夫、沃罗涅日、图拉、奥廖尔和罗斯托夫地区都听到了爆炸声。在布良斯克地区，乌克兰袭击了以苏联成立50周年命名的布良斯克化工厂。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阿尔梅季耶夫斯克，当地居民拍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完全不受阻碍的飞行。俄罗斯现在缺乏防空系统来应对大量乌克兰无人机，后者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如入无人之境。回到战场上来，大兴希尔卡方向，俄罗斯人在内斯库斯内被定位到，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已经非常从多个方向接近了大兴希尔卡，大规模的进攻可能很快就要开始了。红军村方向，乌克兰第33独立突击旅正在向奥尔科斯坦推进。目前来看，红军村的防御已经稳定了下来，在川普宣誓就职前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了。库尔斯克前线，乌军1月13日再下一城，将乌克兰的旗帜插到了一个新的村庄，还抓了一批俘虏。现在已经可以说，当川普开始调停的时候，必定会有数百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控制在乌军手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据报道，在库尔斯克方向，自1月5日乌军反攻以来，无论实控区域还是灰色区域都有小幅增长。根据俄罗斯军事专家什采普琴科以及著名军事博主罗曼诺夫的说法，1个星期时间，乌军居然夺回了200平方公里。根据泽连斯基表述以及多家军媒评估，1个月来半岛士兵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3。如果算上受伤人员，这一数字很可能超过了一半。形成这种可怕伤亡率的主要原因是半岛士兵大多是在没有装甲防护载具下徒步冲锋，其次是不熟悉现代战争以及不适应作战环境。1月13日，乌军特种作战部队 SSO 在电报频道发文，再次消灭了18名半岛特种兵。而就在同一日，乌军第8突击旅发布视频，2名乌军挡住了30名半岛士兵进攻，打死对方多人。流出的视频中，这2名乌军首先利用无人机夜视瞄具发现并定位了半岛士兵潜伏的位置，接着使用榴弹发射器向其潜伏位置一顿火力输出，无法继续隐藏的半岛士兵被迫发起进攻，在穿越开阔地带时遭到大量增援的乌军无人机袭杀，侥幸活着的则被乌军一挺机枪和一具榴弹发射器收割。战斗中，尽管半岛特种兵边冲锋边开枪，但由于没有夜视瞄具，完全是在盲射，整个突击小队在现代科技的碾压下死伤惨重，而2名乌军看起来毫不紧张。或许有人问，这一过程中俄军在哪里呢？俄军当然在后面压阵。俄军当下的打法就是利用外籍士兵充当突击队，暴露乌军火力点，然后呼叫炮兵摧毁乌军的火力点。正因为如此，乌军大多的时候会使用无人机与集束弹药杀伤俄军的冲锋队，
若无法阻挡，则立即撤出战壕，撤退前在战壕中埋下炸药或反步兵地雷。当敌方人员进入战壕后，迅速起爆炸药，对其进行2次杀伤。15日的库尔斯克战场上还传出消息，乌军第95空突旅重新控制了波格雷布基教堂以及周边村庄区域，而枪杀乌克兰俘虏的俄军士兵耶夫根尼·乌兰夫则被乌军第82旅俘虏。尽管其百般抵赖，称是上级命令他这么做的，但我们相信他难逃惩罚。根据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歼敌含击毙加重伤1330人，俄军伤亡总数达到了811090人。过去一天中，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有超过50次交火发生在这里。俄军继续在顿巴斯局部战场取得缓慢进展。在巴赫穆特西面的恰索夫亚尔，这个普京要求俄军必须在2023年5月9日前攻克的小镇，至今还在乌军手里。双方小规模交火不断，一批又一批俄军渡河而来，试图占领运河东岸乌军防守的耐火材料厂，始终未能成功。流出的视频显示，大量俄军的尸体堆积在河边。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继续在外围发动进攻，并投下多枚滑翔炸弹爆轰乌军阵地。乌军则不断地进行反击，利用重装部队冲锋，2架米24直升机也投入了战斗，向俄军阵地倾泻了大量火箭弹。在1月13日的波克罗夫斯克战场上，一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被称毫不怜香惜玉。一名俄军女球兵双手合十向飞临头顶的无人机祈求，希望放过自己，但这名乌军飞手毫不犹豫地投下了炸弹。这名乌军无人机飞手称，尽管他做出了投降动作，但并没有放下枪，也没有举白旗。我的理解是他不是真心投降，如果就此放过，他很可能还会拿起枪继续屠杀我们的同胞。库拉霍夫方向，俄军1个月前就宣称完全占领了库拉霍夫，这里的战斗却一直持续。俄军13日攻占了乌军火力发电厂阵地，乌军第33和第34旅目前正在反击，双方激烈交火。乌军第46、第58、第79和第110旅则与正面推进的俄军交战。随着大量的援助涌入，乌军目前开始新一轮扩编。据乌军方介绍，此次扩编是在吸取原义乌旅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扩编，即在现有部队基础上扩编，老兵带新兵，避免再次出现指挥混乱等问题。此外，还将以老兵为骨干组建乌克兰第12集团军。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军组建了第9和第10集团军，这2个精锐集团军目前在拱卫首都基辅，而此前的第6集团军目前驻扎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8集团军驻扎在日托米尔，第13集团军驻扎在罗夫诺。上周，乌军拦截了俄罗斯用以攻击乌克兰本土的4枚导弹、299架沙赫德自杀无人机、67架侦察机和30架其他类型的无人机。这意味着俄罗斯再次到了攒导弹的时候。通常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一波大规模导弹攻击之后，会补充导弹后再进行攻击，这意味着其导弹库存不足。在此期间，俄罗斯会使用大量的自杀无人机消耗乌军防空弹药。来而不往非礼也，当地时间1月13日夜间到14日凌晨，大批乌克兰无人机混合美制 ATACMS 导弹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奥廖尔、罗斯托夫、沃罗涅日等12个俄罗斯联邦州级单位。鉴于亚塞拜然客机事件，虽然俄罗斯现在矢口否认击落了这架客机，但很明显已经小心翼翼了。喀山、卡卢加、萨拉托夫、坦波夫、奔萨、达达斯坦和乌里扬诺夫斯克等地的机场因无人机袭击被关闭。位于萨拉托夫炼油厂和恩格斯油库、布良斯克化工厂、喀山克雷姆尼埃尔工厂的天然气罐纷纷被无人机击中。另外1月8日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战略机场的油库
本来就没有停下燃烧的节奏，再次又被加了一把火，这次导致图160战略轰炸机的油库着火，航空燃料被彻底烧毁。另外，该机场储存大当量航弹和巡航导弹的弹药仓库也可能被击中。布良斯克军事化工厂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精确打击，该工厂生产火药、炸药和火箭燃料，是俄军重要的军火商。俄罗斯情报部门称，约有200架无人机和5枚 ATACMS 导弹袭击俄本土，至少11个地区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再次宣称击落了来袭所有目标，相关俄罗斯地方州长证实了攻击。这也是开战以来乌军无人机覆盖范围最广、发射数量最多的一次。最新的特点是，乌军最近的攻击从之前只有无人机，加上了 ATACMS， 还有自造的海王星等远程导弹。乌克兰在远程空袭俄罗斯各地的同时，还向库尔斯克发动了攻势。RBC 新闻报道，乌克兰部队在早些时候向库尔斯克的军事基地发射了2枚法国的 AASM-250 炸弹。现场视频显示，该基地遇袭后随即产生了大规模的爆炸，巨大的蘑菇云正笼罩在战场的上空，预计破坏相当严重。目前还没有关于此次空袭的详细报告，但这应该是近期乌克兰攻击俄军指挥系统的一部分。稍早时候，在乌东各地，乌军连续击毁了多个俄军指挥部。外界分析，这可能是乌克兰的新策略，以此扰乱俄方的部署。对库尔斯克的定点打击，则是在策应地面的行动。由于不久前发动的反攻，乌军在库尔斯克的缓冲区也得到了稳固。与此同时，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还打击了俄军的后勤补给线。据悉，乌军利用 FPV 无人机将俄军的车队引到了附近的雷区，接着将其击毁，给对方的后勤运输带来严重损失。此外，在卢甘斯克战区，乌军第3突击旅还成功阻止了一次俄军的偷袭。战斗结束后，该旅第1、2两个营正在打扫战场，最近卢甘斯克的防线压力得到了缓解。国际方面，波兰、瑞典、丹麦等10个欧盟国家正在推动对俄罗斯所有的天然气实施制裁。而波兰现在正是欧盟的轮值国，在呼吁对俄制裁的同时，也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比如，欧盟近日就宣布了一项价值 1.51 亿美元的资金计划，以向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北约还准备成立波罗的海的海上卫队，以应对莫斯科的挑战。北约负责人马克·吕特在采访中公开透露了这一点，并强调很快会完成部署。乌克兰在13日的行动中，还向俄罗斯多达12个地区都发动了攻击。最新消息，俄罗斯图拉的一个大型军事医院遇袭起火。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1月14日晚间，乌军朝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州发起导弹加无人机的猛烈空袭。此役，乌克兰的无人机先打头阵，吸引了俄军的防空火力。从现场流传的一些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空中的爆炸场面。紧接着，乌军的远程导弹也应声而至，打向了图拉的数个地区。外界预计应该还是风暴阴影加 ATACMS 导弹的组合。随后就传出图拉市中心的军事医院起火的报道，画面中火势已延伸至医院外，点燃了部分街区。值得注意的是，该医院隶属于俄罗斯空降兵的第39医疗支队，专门为俄军提供救治服务。详细的损失状况有待后续披露，但目前大火已烧毁了医院的不少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在昨夜还向俄罗斯12个地点发动了空袭。除了之前提到的布良斯克、喀山、萨拉托夫和图拉外，沃罗涅日、罗斯托夫、坦波夫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等地的不同区域都遭受了攻击。实际上，这些地带近来一直被乌军频繁袭击，之前也报道了多次，而乌克兰人的攻击力度则在快速升级。比如这一波的攻击，他们就再一次打破了2025年的记录，并且也是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
这几波攻击下来，俄军战略资源明显受挫，对乌克兰境内的空袭也大大降低。在空袭完布良斯克的军工厂后，乌克兰还袭击了俄罗斯喀山的化工厂。洛尔报告报道，乌克兰在13日还将目标对准了俄罗斯的核心城市喀山，发射了数十架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社交媒体上就传出喀山的 Urksintes 化工厂遇袭的画面，无人机精准地命中了厂内的燃料箱。现场视频显示，不久后 Urksintes 工厂的多片区域都被点燃，正朝外喷发出巨大的火球，附近的车辆都纷纷驻足观看。工厂周围也不时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喀山的夜空。当地居民甚至表示，在城市的远郊都可以清晰听到巨响。现在还无法统计该化工厂的损失，但从视频中的大火和爆炸情况看，破坏程度绝不会太小。作为俄罗斯的中心城市，喀山离乌克兰边境已超过了1000公里，而它的每一次遇袭都会引发广泛关注。在去年的12月21日前后，乌军就曾向喀山的市中心发射了数架无人机，并击中了当地的高楼大厦，带来了极大的轰动。更为关键的是，这应该只是乌克兰本轮空袭的一小部分，稍后会有更多其他战场的信息传来。话音未落，外界就传出乌克兰再度袭击萨拉托夫空军基地的消息。此役，乌军无人机又一次光顾了 Engels 空军基地的油库，同样引发了火灾。稍早时候，乌军的空袭已导致该油库的大火燃烧了6天。萨拉托夫的州长布萨尔金刚刚才宣布火势得到了控制，但转眼无人机又呼啸而至，重新点燃了大火，并对萨拉托夫的其他目标发动了攻击。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1月13日出席向乌克兰移交第一辆新型 RCH-155 自行火炮交付仪式。RCH-155 自行火炮采用全自动装弹系统，射程可达30公里，增程可达56公里，每分钟射速9发。这是德国军工企业继将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移交乌军后，又率先将西方最先进的自行榴弹炮移交给乌军，连德国国防军自己都没有装备。据悉，德国政府共为乌克兰订购了54套昂贵的 RCH-155 火炮系统，这些系统前6套将留在德国训练基地，用于培训乌军炮兵熟练使用这款新型火炮。1月14日，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突然抵达基辅进行访问，计划讨论进一步的支持。皮斯托利斯说，这次访问表明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乌克兰，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北约国家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我们不仅单独支持乌克兰，而且与5国集团和许多其他盟友一起支持乌克兰。皮斯托利斯意图破除舒尔茨阻止30亿欧元对乌援助的报道，强调德国会继续加大支持乌克兰。1月14日，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如果我们不拨出更多防务资金，欧洲人将在4至5年后要么学习俄语，要么搬到纽西兰。吕特还盛赞乌克兰雷达系统是有效国防创新的典范，建议将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总额 2% 以上的标准。吕特还强调，欧洲和全球安全的未来取决于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不要以牺牲乌克兰利益为代价实现和平。从吕特的最新表态可以看出，欧洲显然不会和俄罗斯妥协，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赢得胜利，即使没有美国援助。1月13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普京以为他会在3天内征服乌克兰，但普京失败了，他无法打破乌克兰，北约也无法夺取重要领土。我们联合了50个国家支持乌克兰，其中首次包括亚洲国家。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弹药和制裁来帮助乌克兰战斗。拜登还表示，他完成2项任务，团结世界支持乌克兰和避免2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这2件事都做到了。拜登还总结到，今天乌克兰仍然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有着光明的未来，我们也为下一届政府奠定了基础，使他们能够保护乌克兰人民的光明未来。
丹麦、芬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瑞典、爱尔兰、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等欧盟10国家呼吁彻底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而欧盟正在讨论第16项制裁方案，提议包括禁止金属进口、扩大过境限制以及更多金融和 IT 措施。瑞典、丹麦、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呼吁 G7 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从每桶60美元降低到40美元。美英等国家对俄罗斯能源以及影子船队的制裁将影响俄罗斯 5.3 亿桶原油的出口，约占该国海运原油出口量的2%。由于俄罗斯石油储存能力有限，且严重依赖能源出口收入，即使油价暴跌，俄罗斯也将被迫继续出售石油。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将在2025年锐减。俄乌战争有极大可能会演化为世界大战。继朝鲜之后，可能会有更多国家的军队进入乌克兰，这次不会是俄罗斯的盟友，而是乌克兰的。根据信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西方军队进驻乌克兰进行了交谈。泽连斯基在视频演讲中说，我们讨论了西方对乌克兰的国防援助，各种形式的国防和武器支持。泽连斯基说，这也是关于部署盟国的特遣队和对我们军队的训练。他没有具体说明是讨论西方的战斗部队还是维和部队。马克龙上个月与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就停火的情况下在乌克兰驻扎维和部队的可能性进行了交谈。在公海上发生了几起据称是俄罗斯的故意破坏行为后，包括德国总理舒尔茨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于本周讨论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问题。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峰会上，各国主要目的是找到更好的保护波罗的海关键基础设施的方法，并应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威胁。近几个月来，波罗的海的几根数据和电源电缆被切断。在北约各国，人们怀疑这些是由俄罗斯控制的破坏行为。凭借其在外国国旗下航行的影子舰队，俄罗斯打算绕过西方实施的石油禁运。一艘疑似该舰队的船只曾涉嫌在圣诞节期间损坏了几根海底电缆。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